所谓人保戏，戏保人，一部戏的好坏与否，对手戏够不够精彩，占了极大比重。近年来，不少导演为了吸引眼球，大多会选择流量明星作为主演。然而，他们真的能挑起大梁吗？在实力派演员面前，他们真的能接得住戏吗？这里是瞎谈鱼子酱，今天我们就一起鉴赏一下那些高下立判的对手戏名场面吧。演技被碾压的明星里 ，Angelababy 首当其冲，她的演技可以说是10年如一日的差。当年聚集不少实力派演员的《云中歌》，最后也落得豆瓣3.6超低分的下场，而 Baby 功不可没。剧中她和女儿杨蓉的演技对比，只能用惨烈2字来形容。尤其是这场鞭打戏，让不少观众笑出了声。当虚弱的 Baby 躺在炕上，头上又被泼了一碗凉水，她缓缓睁开眼，面无表情，犹如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即使鞭子抽在身上，她也只会瞪大双眼。这一鞭子。反观杨蓉，她的眼角眉梢全都是戏，除了抽动鞭子时恨不得用尽全身力气，就连最后转身离开都带着戏。而 Baby 此时的表情仿佛在说，终于打完了，我可算能躺下了。当然 Baby 演技被吊打的次数也不止这一次。2018年 Baby 凭借创业时代复出，与黄轩、宋轶、周一围等一众演技派合作，可在自身演技不足的情况下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全方位碾压。其中 Baby 与宋轶的对手戏尤为经典，剧中两人就抢走郭新年上演对峙戏码。毫不意外， Baby 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神仙演技，歪头咧嘴，咬牙3件套一个不少。被打巴掌时那狠狠的眼神，瞪大了双眼，让人一瞬间以为她才是心机女二。网友也表示，果然还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瞪眼。反观宋轶，她的表演则是充满了层次感，无论是对峙时强大的气场，还是被打后的不可思议，她都处理得非常细腻。因此，这场戏也早已高下立见了。在被女配吊打这件事情上 ，Baby 绝对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。继创业时代后 ，Baby 的演技又被吐槽了。在我的真朋友里，面对朱一龙的深情表白 ，Baby 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，他的表情完美诠释出了他毫无波澜的内心。此外，拒绝朱一龙也就算了，关戒指盒时，他竟然还夹了一下人家的手。网友也调侃道：“是嫌朱一龙还不够心痛，给他再来上个痛上加痛吗？”好在朱一龙演技过硬，丝毫不受影响，他的状态一直处在被拒绝后那种爱而不得、心痛难过的情绪里。这样对我们2个来说不公平，对这份感情也不负责。众所周知，迪丽热巴早期也有反杀主角的经历，《克拉丽人》就是她的成名作。戏中她是魅力四射的大明星高雯，在事业上认真努力，凭实力搏斗；在个性上率真善良而不做作，在外表上更是美艳性感、星光熠熠。不过高雯的性格却十分搞笑真实，这样反差的人设让她充满吸引力。热巴也凭借这个角色一夕走红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唐嫣饰演的女一号米朵不仅有千篇一律的傻白甜表演方式，闹事倒是没有，还有剧中略显茶味的人设。最终很多观众明明是冲着唐嫣看这部剧，最后却被迪丽热巴圈粉了。而这部剧也为热巴成为新一代流量花旦奠定了基础，唐嫣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了。由胡歌、靳东、王凯主演的谍战剧《伪装者》也给观众贡献出了不少名场面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于曼丽和程锦云吵架的戏码。剧中宋轶饰演女特工于曼丽，与王乐君饰演的女主程锦云互为情敌，两人的第一次交锋可谓是情敌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他们刚一见面就针锋相对。于曼丽不满程锦云的虚情假意，总是利用明台的感情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而程锦云懊恼于曼丽每次行动总是阻碍明台的决定。随后在一番套娃式对话中，两人的演技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。仅仅一个眼神，一声叹息，再加上最后带着讥讽的表情，宋轶将于曼丽对程锦云的蔑视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情绪拿捏非常到位。好，难得我们有了共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反观王乐君的演技就稍显逊色，他的瞪眼式演技与 Baby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除了全程一个表情，就连遭受质疑，观众也感觉不到他的愤怒，反而有点云淡风轻。我跟我的组织如何沟通，用不着你来过问。相较之下，王乐君的演技就显得比较平淡，没有层次感。也正是因此，程锦云成了整部剧里唯一被吐槽的角色。
演技这种东西是靠对手激发出来的，即使再身经百战的演员，也有翻车的时候。2018年由周迅、霍建华主演的宫斗剧《如懿传》上线，开播以来，观众对于霍建华的演技褒贬不一。绝大部分网友表示他的演技好尬，全程面瘫，没有一丝表情。但霍建华的演技差吗？其实不然。纵观《如懿传》中最炸裂的一场戏，莫过于周迅和霍建华的对手断发明场面。在江南水船上，如懿救皇帝寻欢作乐一事与乾隆发生争吵，乾隆一气之下给了如懿一巴掌，这一巴掌算是打断了两人情谊。如懿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但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皇上，从愤怒到失望再到决绝，她的整个情绪转变全都体现在了眼神里。紧接着，如懿又剪下一缕头发扔到皇上面前，不用皇上废了臣妾，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。整个片段，周迅可以说是把如懿的内心感情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而霍建华虽然脸上没有表情，但眼神里却是有内容的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震惊。只是说，在周迅的炸裂演技下，他的演技就显得并不出彩。与《如懿传》一样饱受争议的还有《延禧攻略》，霍建华饰演的乾隆与聂远饰演的乾隆经常会被观众放在一起对比。相较于霍建华刻画了乾隆，聂远饰演的皇上每一帧都是教科书级表演，表演层次丰富，怪不得被网友评为《延禧攻略》的扛把子。皇后行为乖张。不过这部剧里除了聂远，佘诗曼的演技也很炸裂，从前期的小心翼翼到后期为了复仇谋划，每一阶段的神情都把握得非常到位，完美诠释了黑化的贤妃。我最恨的人不是他，而是你。而靠《延禧攻略》出名的吴谨言在剧中的表现只能说是尚可，因为敢爱敢恨、运筹帷幄的一位璎珞，其实大多要归功于配音的出彩以及人设的创新。但是在嫔妾心里，娘娘不光是主子，她是璎珞的恩师和姐姐。所以失去魏璎珞滤镜之后，吴谨言至今还没有算得上优秀的作品。如今在牢里改过自新的吴亦凡，在演戏方面也贡献不少名场面。当年他与刘亦菲主演的《致青春》，特别是在寺庙外的那场吻戏，当他用力又疯狂地吻上刘亦菲，动作简直僵硬的不忍直视，整个人像是直接撞到了刘亦菲的脸上。此外，吴亦凡的表情更是一言难尽。如果要列举尴尬演技，吴亦凡想必是数一数二的一位。盘点完单方面碾压名场面后，接下来酱子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部作品，那可谓是多方面碾压，简直像是一群王者里出现了一个青铜。继《小时代》之后，陈学冬鲜少有比较优秀的作品，不管是夏至未至还是世上先生，陈学冬的表现宛如复制粘贴，一个表情演完2部剧。特别是夏至未至里，白敬亭、郑爽以及陈学冬三人在走廊上的那场戏，陈学冬饰演的傅小司是个高冷男神，在看到郑爽与白敬亭打情骂俏时，即使自己不开心，也没有丝毫情绪上的流露，双眼直直地盯着前方，就连与女主的对话也很机械。挺好的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进教室了。就这样，在陈学冬的演技衬托下，郑爽的演技竟然也生动了起来。毕竟她的演技始终停留在楚雨荨时期。第一，我现在很愤怒；第二，我不叫外我就楚雨荨。反观白敬亭，不管是与陈学冬互动，还是拽着毛线帽时的神情，他都完美演绎出了青春少年的形象。你看帽子还挺好看。在2个不太给力的对手面前，不少网友表示，白敬亭真的是看这部剧唯一的动力。深受面瘫式演技侵害的还有李易峰。自从李易峰出演《古剑奇谭》后，观众对于他的演技评价就是面瘫2字。剧中李易峰饰演的百里屠苏是一个冷酷不苟言笑的人，这也使他在演绎这个角色时基本就保持着同一个表情。少公，枉我一直这么相信。反而是乔振宇饰演的少公最为抢眼。剧中他一袭长袍，墨发如瀑，一颦一笑儒雅温润。从前的他是一个温和沉静的谦谦公子，然后却是一个城府极深、内心险恶的人。乔振宇利用眼神的变化，把欧阳少公演得入木3分，演技十分精湛。只凭天命2字，就令你永生永世不得翻身。除了乔振宇之外，剧中马天宇的表演可以说是精彩绝伦，一人分饰2角。无论是天真活泼的方兰生，还是腹黑冷酷的静蕾，马天宇演绎的游刃有余。可我真的是方兰生，我有家人，我也有朋友。杨幂在剧中的表现也不甘示弱，
拍摄时30岁的她，却在剧中饰演了纯净可爱的风清雪，并且把风清雪的灵动完美演绎了出来。我觉得苏苏很适合你啊，又好听又好念，你觉得呢？如果说李易峰在《古剑奇谭》里的表现是面瘫式演技，那么在《麻雀》这部剧中，李易峰的表现可以用一群王者带不动一个青铜来形容。剧中李易峰饰演的陈深向阚清子饰演的李小男求婚时陷入纠结，发现情况的李小男立刻在大庭广众下深情表白。此时所有背景板的情绪都很到位，就连暗恋两人的配角们都各怀心思，气氛紧张。如果我刚才没有发现这个包，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李易峰居然掉线了。演技10年如一日的他，眼神呆滞木讷，好似在神游。把戒指拿给我。不少网友表示，看着面前泪眼婆娑的女主角李易峰，你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？实在是心疼阚清子3秒。不过清醒的李易峰也一直在寻求转型之路。随后几年，无论是动物世界里的小人物郑开司，还是隐秘而伟大里匡扶正义的顾耀东，李易峰的眼神开始变得灵活有内涵。如今他也已经转身成为了4大顶流转型成功第1人。看完以上片段，其实影视剧里堪称公开处刑的对手戏名场面还有很多，而粗劣夸张的演技已经让影视剧水平倒退了一大步。那些流量演员在与实力派演员的交锋中毫无抵抗之力，观众打从心底希望这些被诟病演技的演员能够不断钻研磨砺演技，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虾米酱们，你们如何看待这些演技被碾压的明星呢？你们还知道哪些高下立现的对手戏呢？看一下演员们在狮子戏份上的不同表现吧。都说在近年来的古装剧里，把狮子之痛演成经典的有3人，3人3色，个个都撑得起实力派一说。第一位是《延禧攻略》里的秦岚，在这部由吴谨言领衔主演的爽剧中，秦岚版的富察容音风头丝毫不输女主角魏璎珞。作为一国之母，她放弃了原有的自由，就此成为了重担在肩的隐忍皇后。但这份温婉淡泊、不争世事的心性，却并没有为她带来平静的生活。最终在妃嫔的设计下，她痛失了爱子永宗。你要振作一点，好不好？为了刻画出容音的情绪转变，秦岚在表演时选择了先低语哭诉，后撕心裂肺的方法。每一句台词，每一个眼神，都隐含着不想承认到不得不面对的内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段极度考验爆发力的对手戏中，饰演皇帝的聂远也加了不少分。两人一来一回，把纠结和痛心演绎的恰到好处，也让角色的宿命感变得更为强烈，令观众看了不由得瞬间鼻酸。你也没有答案，是吗？第二位是《甄嬛传》里的孙俪。虽然这部剧把人物群像做到了极致，让每个角色都显得格外鲜活，但无可否认的是，孙俪饰演的甄嬛依旧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最佳代表。在黑化为钮钴禄甄嬛前，她无非是个单纯懵懂的少女，但后宫步步为营，争斗在所难免。有孕的甄嬛自然成了华妃的眼中钉。为了刁难她，华妃故意以迟到为借口，惩罚她在烈日下跪着读书。最终，甄嬛因体力不支而晕倒，失去了腹中的胎儿。等再度清醒后，皇帝的一句安慰更是彻底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。不得不说，孙俪用1秒含泪，让无数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演技。再配上陈建斌的神助攻，教科书级别的名场面就此诞生。后来他又从爆发模式切换到了暗自神伤状态，用涣散不定的眼神和虚弱的声音，展现出了那种仿佛失去全世界的无力感。却再不能来到这世间了。第三位是《如懿传》里的周迅。都说周迅出品必属精品，即便这部剧本身节奏拖沓，剧情拉垮，周迅依旧稳定发挥出了标志性的灵气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。片中有一段戏是五公主遭人陷害而亡后，如懿默默地整理遗物。虽然剧情简单，但周迅的表演却不简单，尤其是那句带有哭腔的台词，立刻就能让人感受到她骨子里的悲伤。
该冲着我来，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？后来13阿哥被奸人所害，如意再度遭遇丧子之痛，怀带着极度绝望的情绪，周迅一秒投入到爆哭模式，把所有的委屈借艺术表达。偏偏这时皇帝还来落井下石，说是如意克了自己的孩子。于是从伤心到失望，周迅只用一滴泪就把这种情绪转折展现在了观众眼前，让人倍感心疼。除此之外，该剧里饰演狼化一角的董洁也获得了不少演技好评。比如那段得知自己孩子生病却无能为力的表演，令不少人都产生了共鸣。皇上，永宗他还小，从未离开过臣妾。后来狼化跪在殿外陪孩子，却不料噩耗传来，仅一瞬，他最后的信念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而董洁的眼眶也在这一瞬间里噙满了热泪。如果说董洁是在沉默式悲痛中催生了观众的共情力，那么何鸿燊就是靠爆发式嘶吼让大家产生了代入感。剧中他所饰演的白瑞基满怀憧憬的等待孩子出生，没想到面儿还没见着就被告知孩子已经没了，于是他又震惊又气愤，伴随着一声质问，把揪心气氛回向了高潮。我连他的命都没见呢。或许是因为太过入戏，后来何鸿燊在采访中谈到这一幕时，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还坦言自己当时其实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状态。另一位青涩却惊艳的则是刘诗诗。2011年，一部《步步惊心》让未满24岁的刘诗诗成为了新晋小花。虽说是第一次担任大女主，但刘诗诗依旧保持了演技在线，甚至还留下了不少经典镜头，比如她所饰演的若曦，最后倚靠在14阿哥的怀里，慢慢闭上了眼睛，木兰花落，音乐升起，催泪名场面就此诞生。在此之前，若曦失去孩子的那段戏也是可圈可点。原本还强忍着悲痛的她，在皇帝的一个拥抱下就彻底绷不住了，便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地哭了起来，全身都萦绕着那种又脆弱又无力的感觉。等稍微稳定情绪后，他又开始发挥小天使本质，安慰皇帝，同时也劝解自己。两人深情互望，眼神里全是话语。也难怪有不少网友都表示，刘诗诗和吴奇隆不愧是荧幕 CP 中的一大代表，看到这种你来我往的配合，分分钟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因戏生情了。当然，古装剧里人才辈出，现代剧也不乏优秀代表，陈乔恩就是其中一位。在台湾偶像剧收视冠军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里，她凭借自然成熟的演技，把陈心怡这个角色变成了自己的个人标签，也让这部作品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必刷宝藏剧。虽然这部剧从故事情节方面看，集结了逆袭、车祸、多角恋等各种元素，略带一丝狗血，但好在演员们用神奇的化学反应撑起了剧情，也撑起了口碑。尤其是片中的那段车祸戏份，堪称神级虐心现场。当时因为一场误会，陈心怡失魂落魄地跑出来，一心想着躲避季存希，没想到在过马路时意外撞上了疾驰而来的车子。一段回忆杀过后，观众的眼泪已经和大雨一样滂沱，但导演并没有就此收手，接着送上一段令人哭到头痛的签字戏。我求你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等在睁眼时，陈乔恩便启动了炸裂式表演，无论是涨红的眼眶、委屈的哭腔，还是撕心裂肺的呐喊，都狠狠戳中了观众的泪点。我的小孩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说完优秀模板，自然就该轮到那些尴尬派了。第一个就是《武媚娘传奇》里的范冰冰，她在剧中饰演的是大众耳熟能详的武则天，但苦于演技不佳，硬是把这个复杂的人物演成了单一的花瓶，最后只能靠服化道作为噱头，夸赞这部自导自演的作品。可观众显然不吃这一套，于是范冰冰的演技便成为了一大公认槽点。
就拿他演的这段丧子戏份来说，不见半分细节，唯有瞪眼贯穿全程，再加上过于激烈的喊叫和抽动，一时间不少观众都误以为自己看的不是古装戏，而是惊悚片。当然，他并不是第一个演武则天翻车的，前面还有个刘岳飞，在电视剧《太平公主秘史》里，他演起武则天来可谓是标准的四不像，要演技没演技，要气质没气质，一碰上失去孩子这种极度考验爆发力的戏份，更是喵现原形。比如睹物思人的时候，眼泪煽情不成，反倒翻成了白眼，最后只能匆匆低头，试图掩盖自己无法哭出来的真相。让人忍不住想对他说一句，实在不行就去问隔壁的 Angelababy 借点眼药水吧。当然能借的也只有眼药水了，毕竟 Baby 的演技同样令人不敢恭维。还记得《大汉情缘之云中歌》里那段离谱的狮子戏份曾给多少人带来了心理阴影，当时他所饰演的云哥被心爱之人亲手毁掉了最后的希望。原本这一桥段应该充斥着令人惋惜的氛围，但编剧硬是加了个莫名其妙的摸衣服动作，看的观众一边满头雾水，一边大惊失色。更糟糕的是，剧情已经足够鸡肋，偏偏 Baby 还不省心，一段戏演下来没能传达出半点感人，只让人记住了他那无比抢戏的假睫毛和粗眼线。至于表情管理这种东西，更是早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。我恨。同样是遭遇了失子之痛，轻视皇妃中的林心如则更偏向于写实派，崩溃瘫软一样不落，只可惜在瞪眼时没控制好力度，多了点浮夸成分。孩子呢？母后，孩子呢？甚至还有网友表示，看着他此刻瞪大双眼的模样，一不小心就跳戏到了《还珠格格》里紫薇失明时的景象。金锁，小叶子。杨超越的真实感就更强烈了，毕竟在拍《长安诺》里的狮子戏份时，他曾哭到泣不成声，久久没能出戏。只不过动情是真的，演技差也是真的，尤其是花絮里那段原声哭腔，听的人属实想笑。当然，有部分网友急着为他找补，表示他年仅20，经验不足。那么不妨看看当年16岁的舒畅是怎么诠释这同一角色的。我的孩子，你怎么死得那么惨？无论如何，在狮子之痛这一设定下，贡献出优质表演的尚有人在。反之，某些演员过度拉垮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与其拿天赋、经验当做遮羞布为自己辩驳，不如靠真心诚意来修炼演技，用实力说话。虾米酱们，你们觉得哪位演员的狮子之痛表现得最好呢？你们还知道谁也在这类戏份上展现了不俗的演技呢？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，关注点赞我，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